天下第一好的花叶姐妹还是分开了。花和叶他们现在都40多了，就是他两个喜欢玩的时候，有时玩幅度有点大，就怕互相打伤那种，所以我们就现在试着把它分开。因为自从搬进空调房后，花叶子姐妹俩就经常互弱，基地担心她们下手没轻没重伤到对方，于是决定让两姐妹正式分开独居。原以为叶子变成女孩后能和花长长久久的生活在一起，没想到只过去半年就分居了，不知两熊能否适应没有彼此的生活呢？前段时间花犯了呕吐的老毛病，基地为防止交叉感染，让两熊暂时分开。找不到姐姐的叶子就表现得非常焦虑，满房间找了一圈又一圈，并来回翻跟头。坐在门口的身影显得疲惫又孤独。直到发现花重新回到房间内，叶子才终于肉眼可见的开心起来。她小跑着扑进姐姐的怀抱里撒娇，这次一定要把大头姐给看牢了。可以说，除了成功妈妈，最爱花的一定是小叶子。为了保护姐姐不被其他小熊欺负，叶子毫不犹豫地对她做了标记，把姐姐圈进了自己的领地里。当花不小心滚下沟里时，叶子立马上前贴暖心安慰姐姐，而且她还会用肚皮给花当枕头，时不时亲姐姐一口，跟她甜蜜表白。这天花叶子正排坐吃竹子，突然传来了隔壁孔雀的叫声，担心姐姐害怕的小叶子立马抓住她的手，仿佛在说别害怕姐姐，我保护你。随后叶子顾不上吃手里的竹子，一直警惕地竖起耳朵并观察四周，直到确认没有危险才继续干饭。可握着姐姐的手却没有松开，而花也对叶子格外宠溺。都知道她从小就喜欢和妹妹贴，即便穿着一身皮大衣的她热到不行，可花还是要靠在荷叶身上干饭，简直把妹宝熊展现得淋漓尽致。都知道小时候的花仗着自己头大，没少欺负妹妹和其他小熊友。长大后的花虽然身高仍是1米8，但又菜又爱玩的她依然喜欢撩架。看这雄赳赳气昂昂的架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会来个小魔仙变身。叶子似乎看出姐姐是在虚张声势，直接躺在木架上任由姐姐弱毛，简直放了一太平洋的水。然而随着花叶姐妹逐渐长大，叶子的身高已经比姐姐高一大截，她的力量也接近成年大熊猫，就算再竭力控制也可能会误伤花，而这也是两熊分开的重要原因。只能说虽然希望姐妹俩能相处更久些，但一切还是以两熊的身心健康为主。希望花叶子未来熊生每天快乐，不要忘记曾经那些温暖的陪伴。如果熊猫界也有奥运会，滚们会参加哪些项目？别看花性子慢，做事慢悠悠的，看似只能当啦啦队队长活跃气氛，但实际上花宝鸡也是运动小健将。为了争取在下一届奥运会为国争光，花局特地牺牲午休时间练习翻跟头跳水，偶尔还来个猪突猛进锻炼短跑爆发力。照这架势下去，妥妥的10项全能冠军。而当小奇迹得知我国运动员在团体单杠比赛中失误丢掉金牌后，不赌输的他当即表演单杠展示实力，一套动作行云流水，惊艳全场裁判。其实小奇迹不仅能玩转单杠，游泳技术更是一绝妥妥的冠军。全能型种子选手蒙兰不仅擅长攀岩，用一球垫脚翻越墙头奔向向往的自由，还擅长篮球平衡木，绝杀技则是体操，给他一个木桩就能玩出各种花样。果然蒙兰就是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。而跨栏选手林岩凭借绝技猪突猛进，直接无视跨栏，主打的就是酷往前冲。唯一缺点就是容易被裁判视为违规，或许是为了在各个领域为国争光。胖岩最近又开始练习男子举重，而令许多猫马失前蹄的平衡木，林岩也从刚开始频失误到后来如履平地，只能说国家有你们我就放心摆烂了。此外，有网友提议让飞云报名散打，如果萌妹对金牌不感兴趣的话，就让对手戴个金虎面具，或者直接安排胡子上，这样一来飞云绝对能分钟秒杀对方。而海南岛岛主顺则是报名冲浪。别看奶妈经常吐槽他腿短像小企鹅，但并不妨碍这小子的拥有超强划船天赋，不过就是脾气不好，玩着容易急眼。金虎除了能充当飞云的熊肉沙包外，其实还有机会参加自行车骑行赛，只可惜奶爸亲手制作的竹制自行车，最后被嘴馋的胡子拆吧吃掉了。而于爱不仅小年纪就能当虫洞2馆长，体操平衡木等项目更是手到擒来。可以说只要小爱出马，绝不会有掉杠的失误。谁能想到爱姐戎马半生回来才2岁呢？而网友们还知道哪些奥运会好苗子呢？万没想到长隆发布的晒娃视频竟让栾动官方极度的面目全非。自从长隆的菊萌生下闺女后，长隆恨不能每天发800个视频晒娃。光棍俱乐部栾动见状顿时坐不住了，恨不能直接将手伸进屏幕里抢孩子，甚至还给长隆官方发去私信，把妹猪送过来吧谢谢。不得不说好在萌生的是独苗，要是2只栾动是真敢连夜去打猎。正所谓得不到的就毁掉，所要无果的栾动彻底化身可疑，扬言自家猪妹可比妹猪可爱多了。
还表示在数量上取得了胜利。这操作都把吃瓜群众都给看愣了，只能说长隆官方再忍几个月，没准这种状态等梁月生了就会转移。当初栾动跟虫洞的大馆长提亲，不仅精心挑选了林岩最帅的照片，还诚恳地表示今后工资都归梁月管。可没曾想栾动前脚刚提亲，虫洞后脚就把梁月送去四川相亲，网传他的相亲对象之一还是荆轲。好家伙，一夜之间老婆变小妈，这不妥妥的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戏码。弱小可怜又肥胖的林岩直接扑晕在厕所。爹，收手吧，给孩子留点脱单的机会。如果说别的动物园沉迷于晒娃，那栾动则执着于当官方界的街溜子。都知道林岩和郑生是同班同学，小时候还经常被对方夺笋，于是乎栾动带着好蛋儿去讨公道。没曾想岩洞和郑生一样不好惹，就是说没人考虑真不高兴的感受嘛，毕竟他才是真正的食物链底层熊。而当中心专家在直播间科普熊猫脸型，把梭子蟹脸的郑生归为车座子后，栾动当即带着这个消息跑遍评论区，言语之间颇有些幸灾乐祸的味道，气得岩洞牙痒痒，赶紧给闺女正义。我们是梭子脸车座子是林岩同学，只能说被郑生揍一顿就老实了。而栾动不仅喜欢挑逗各大动物园，甚至就连自家好蛋儿都不放过。林岩称体重把称压坏的糗事，就是被栾动官方捅到粉丝群里，甚至调侃下次要买个称大象的称，这难道就是爱到深处自然黑吗？此外，官方还给胖岩 P 了不少照片，甚至就连雷达奶爸也惨遭毒手。或许是心虚发完就请假紧急避险，还特地拜托粉丝帮忙盯着。终于明白林岩为何是显眼包了，原来一个动物园养不出两种风格，不怕逗逼太奇葩，就怕全聚在一家。蕊蕊一家简直把生活过成了小品。这天蕊蕊一定坐在熊洞前，结果刚好堵住了咸咸仔的干饭路。小家伙不可思议扭头跟奶妈告状，但也没能动摇蕊蕊只想炫饭的心。无奈的咸咸仔只好使出浑身牛劲，手脚并用，强行挤出一条通天大道。这一刻生动诠释了何为稳如泰山的妈，事不关己的姐和努力出圈的她。虽然蕊蕊算是2个孩子的妈妈，但她其实比仔仔更幼稚更皮。加餐时间，蕊蕊急切地把嘴巴伸出去，简直满脸都写着迫不及待。实习生小玉看到后提醒她赶紧坐好。坐好，坐好。下课不？好家伙，蕊蕊怕不是一身反骨，这嚣张的小模样简直不要太可爱。然而容妈拿着窝头笋笋出现的那一刻，蕊蕊不敢造次，立马乖乖坐了下来。果然，就算是国宝大熊猫也会看人下菜碟。你这啥姿势？啥姿势？走，过来坐到。站起来挺高的，像一个人一样高。下课不？此外，蕊蕊还是个十足的小吃货。实习生在一旁摔竹子方便熊孩子食用，可急性子的蕊蕊根本等不了一点，伸长胳膊左右开弓，脸都挤变形了才拿到手。哎呦，你哪饿了？别看平日里蕊蕊比仔仔更淘气，但其实他还是个有强迫症的讲究熊。有的小熊巴巴到处扔，还有的发愤图强。而蕊蕊拉青团必须要在同一个地方，甚至他打孩子都是一碗水端平，打了咸咸仔后也得把蕊蕊仔揍一顿。当初神树坪给小熊们过集体生日，蕊蕊一家分配到了水果超市，可由于上面开业大吉的吉写错了，忍不了一点的蕊蕊直接掀了摊子。就这样，超市开张不到30秒就倒闭了，还把一旁炫饭的仔仔吓了一跳。心想完了，赔的裤衩都不剩了。不仅如此，蕊蕊带娃更是乐趣横生。为了把不听话的熊孩子收回内舍，蕊蕊咬着他后脖梗后腿伸出去探门，感觉这个腿长足足有花菊3倍之多。当咸咸仔想玩干妈的新丰容时，蕊蕊二话不说，直接把小屁孩拖回去打。咸咸仔试图逃跑，却直接自投罗网。就是说这反转简直比春晚还要好看。如果蕊蕊不想带娃，仔仔偏要贴时，他立马把整个身子都蜷缩在熊洞里，甚至还使劲往里推了推自己的肉，最后直接捂住脸逃避这世俗的烦恼。果然，就算是大熊猫也不愿意带娃。